我做什么生意都不会做电影，星期天电影院一个人都没有。这绝对是冯小刚的高能名场面。身为导演的他，没在自己执导的《天下无贼》电影中出现，却跑到周星驰的功夫剧组客串了一把。还有谁？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，就因为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，就被你们给抓到这儿了。还有王法，还有法律吗？2004年年底，周星驰的《功夫》与冯小刚的《天下无贼》同一段时间上映，最终《功夫》以1.7亿的成绩击败了1.2亿的《天下无贼》，拿下了当年的全国票房冠军。这部《功夫》算是圆了周星驰一直以来的梦想，从外在的镜头美学以及剧情节奏，一直到内在的台词隐喻，不仅是他对偶像李小龙的致敬，还倾尽毕生所学，让所有观众能看得懂。电影一开始是鳄鱼帮老大老冯为了替自己女人出气，在极尽嚣张的吼出还有谁后，将动手抓自己女人的警察给打了一顿，甚至还有一个被丢在楼下生死不知。在那个动乱年代，老冯仗着手下鳄鱼帮雄大一方，根本不把偌大的警局放在眼里，对里面的警员他们想打就打，想羞辱就羞辱，简直把自己当成了社会秩序的制定者。见此一幕的局长也只能紧闭房门，任由老冯发泄完情绪后走出警局。从警局出来，老冯看到周末的电影院空无一人，还调侃做什么生意都不会做电影。可事实证明，就属他拍的商业贺岁档电影最多。而此时不仅电影院大门紧闭，大街上也没有一个行人。老冯意识到了不对，赶紧准备返回警局，但下一秒，警局门窗在里面被牢牢锁死。紧接着前后脚步声逼近，新晋帮派斧头帮出现在这里。而警局之所以坐视不管，其实是局长早收到了斧头帮的贿赂，故意让手下找老冯女人的麻烦，将容易动怒的老冯给引到了这里。有人！殊不知，刚才老冯发泄怒火时，他鳄鱼帮的小弟以及堂口全被这群穿西装打领带的斧头帮给灭了。孤立无援的他只能选择硬刚，结果对方丝毫不讲武德，端起枪就开始无差别扫射。自己手下倒下的同时，老冯赶紧撒丫子跑向一旁躲避，但不料斧头帮二当家预判了他的预判，使出全力丢出了一把斧子，当场将老冯给斩成了半残，趴在地上痛苦的哀嚎。斧头帮帮主琛哥则拿着把斧子，一步三颠的迈着魔性小碎步，缓缓来到老冯面前。慢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还请你吃过饭。可能是吃过饭没给琛哥安排第二场，让他觉得老冯这个兄弟不厚道，于是索性带人团灭了鳄鱼帮这个友军。而琛哥更是将老冯剁成了泥，这才消气停下了手。随后见老冯女人处在原地，被刚才一幕吓得瑟瑟发抖。大哥，你放过我吧。别傻了，大嫂，我不杀女人。你走吧。本以为琛哥作为一帮之主肯定会说话算话，怎料女人刚走出4步就被琛哥一喷子撂倒在地。美曰其名，心不狠江湖地位站不稳。二当家则赶紧招呼警察出来洗地，说明斧头帮正在逐渐日益壮大。也就从这天起，斧头帮凭借能动手就绝不废话的狠辣做派，让其他帮派闻风丧胆。短短几天时间，就横扫吞并了数十个帮派，成了当地一手遮天的存在。他们的钱如山一样堆积在仓库，需要好几个会计加班加点的清算。而同一天空下，猪龙城寨的贫穷就截然相反了。这是斧头帮唯一还没有扩张到的地盘，为了生活，苦力强一次扛5个麻袋，一天往返10几次，也只能勉强维持1日3餐。娘里娘气的洪师傅比他好点，靠给人量身定做衣服算是能自给自足。因为住在这里都是些底层的平民，油炸鬼索性直接支个小摊，卖些油条和胡辣汤糊口度日。而作为猪龙城寨的包租公，每天在油炸鬼这里吃过早餐后，不仅不用付钱，还顺手拿几根油条当晚上宵夜。接着他四处闲逛，只要遇到长相不错的女租户，就会口嗨调戏一番。当路过洪师傅裁缝部时，更是上下其手，占尽了洪师傅的便宜。可包租公的猥琐还不止于此。随着阿珍在试衣间里缓缓走出，琛哥，这件衣服的叉我想开高点啦。没问题。哎呀，又流星哎！阿珍，你来真的啊？哎呀，包租公，你怎么这样啦？看到阿珍羞答答的跑开，包租公觉得自己很牛皮，跟在后面不停的甜言蜜语。殊不知他这个横着走的男人，随着酱爆的一声呼喊，即将迎来贴脸式娇妻暴打。包租婆，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？自认为猪龙城寨颜值担当的酱爆，刚才洗头洗到一半没水了，这才朗声吵醒了还在睡觉的包租婆。只见他一脸怒气冲冲的来到楼下，表示现在物价飞涨，为了城寨持续长久性发展，以后135停水，246间歇性供水。随后包租婆觉得不过瘾，继续开启口嗨模式，将欠房租的租户一个个骂得狗血淋头。见此一幕，油炸鬼赶紧上前打招呼缓解气氛，却直接被包租婆一句薄脆回怼，堵得他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。洪师傅站在一旁尴尬的陪笑，结果瞬间被包租婆恶毒嘴炮骂回了屋。最惨的还要数苦力强，背上扛着几百斤的麻袋在这里路过，依旧没能逃脱喋喋不休的贬低嘲讽。罪魁祸首的酱爆更是被包租婆一巴掌拍倒在地。别以为你长得帅我就不打你，
与此同时，包租公正在偷看六婶洗澡，不料刚好被骂骂咧咧的包租婆遇到，于是赶紧假装在这里维护正义，揪出那些不怀好意的败类。可面对当事人六婶的指控以及脸颊上口红印的痕迹，毋庸置疑，包租婆立即明白他就是那个偷窥之人，揪着头发领回家后，果断一套丝滑关怀小连招，当即打得包租公乱了发型，扭曲了五官。接着包租公被从顶楼丢出，七拐八绕的垂直摔在地面上后，还附带了自家阳台一盆绿植开瓢。目睹全过程的酱爆担心包租公就此凉凉，赶紧拿起一根小棍试探死活。别闹了！这时阿星和肥仔聪来到猪笼城寨，见到外面一群小孩子在踢足球，一时寄养的他忍不住大秀了一段球技，这让小孩子们对他顿时心生崇拜。叔叔，可不可以教我们踢球啊？还踢球？阿星一脚踩爆足球的桥段看似无聊，其实是在暗讽，并且他上一部的电影正是少林足球。他来猪笼城寨的目的也很简单，想冒充斧头帮的名头，勒索这里的人弄点饭钱。这个倒霉蛋自然就是酱爆。可阿星万万没想到，面对自己的恐吓威逼，表面上痴痴傻傻的酱爆不仅没有选择掏钱息事宁人，反而大声喊来了附近众多乡邻，眼瞅着自己被人群包围了起来。阿星深知这种情况下，认怂的话势必要挨一顿胖揍，于是他先声夺人，表示要和他们1对1公平单挑决斗，心想着只要不一起上，他就能有赢的机会，并且他还特意挑了一个中年大婶出来对战，结果对方只是随意挥出的一拳，竟打得阿星一阵气血翻涌。那是干什么的你？还是梗骗的。这一拳下去，差点将阿星隔夜饭都给揍了出来。他赶紧又在人群中挑了个矮子，不料人家一站起来，居然是个2.5米的大高个，这无疑又是一块难啃的骨头。于是又将目光锁定在一个大爷身上，结果大爷一身结实的腱子肉，看得阿星后脊背一阵发凉。既然大的都打不过，那只能找个小孩子嘚瑟一顿。小鬼，我忍你很久了，出来！